战总到底欠了红衣姑娘多少债？红衣姑娘脸色不好看，是没有讨到债。狐狸进了电梯，战一阳也想跟着进去，却被他一脚踹了出来。秘书看到他们家战总被红衣姑娘从电梯里踹出来，战总往后跌坐在地板上，狼狈得很，又让人觉得好笑。秘书都偷偷地笑了一下，就赶紧止住笑，生怕被老板看到炒他的鱿鱼。电梯门合上了，战一阳从地上爬站起来，还不停地揉着肚子，嘀咕着出脚真大力，被踹得还挺痛的。电梯已经下去了，他现在追也追不上，只能无奈地往回走。忽然想到奶奶总是说，但愿他以后不要后悔。是不是奶奶知道狐狸不好拿下来，他有可能会一辈子都拿不下狐狸，然后又放弃了杜雨萌，要打一辈子的光棍。不过他不会后悔的，他想过和其他兄弟那样按部就班，按着奶奶给他铺好的追妻之路走下去的。可是花了3个多月与杜雨萌相处，他能让杜雨萌对他动心，却无法让自己对杜雨萌动心。他可以和杜雨萌成为朋友，就是无法成为夫妻，因为他对他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。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他觉得自己无法爱上奶奶给他选好的对象，就不要结婚，免得自己不幸福，也会误了杜雨萌。跟杜雨萌说清楚，让他早点断了情根，不管是对他还是对他都是好事。奶奶如今也说了，不管他了，让他自己去追求他喜欢的姑娘，只要他以后不后悔就行。大丈夫做事不后悔。看到秘书，战一阳走到秘书面前停下，秘书赶紧表态，战总，我什么也没有看到。战一阳默了默后说道，看到了就看到了，想笑就笑，憋着不好。想想我也觉得有点好笑，我那一退一跌一坐，狼狈得很。秘书憋着不笑，安慰着战一阳，战总没事的，没有别人，没有人会笑战总。那位红衣姑娘可能是太生气了，讨债的人讨不到钱是会特别生气的。战总，咱们公司是不是出了问题？我们还能正常发出工资，是不是战总跟红衣姑娘借了钱？借了多少钱？战一阳黑眸闪烁，答道，你们以为我欠他一笔钱呀？倒不是钱财的问题，就是说与钱财有关也是有关。总之是我的私事，与公司的运营没关系。只要我没有被他踹死，咱们公司都不会倒闭的。就算我被他踹死了，公司也还能运转。我那么多的兄弟，他们会接手，不会让我的心血白费的。秘书呸了2句，战总别说死呀死的，战总还年轻呢。战总连女朋友都没有，可不能死。咱们不能说长命100岁，活个80、90岁总可以吧？只要不是与公司有关，那我们放心了。秘书一副松口气的样子，刚才战总说欠他的债，可把我吓死了。我都想好了，就算不要工资，也要与公司共进退的。战一阳笑，放心吧，咱们公司没问题。真有问题，我也会想办法去挽救的。我那么多兄弟，他们每个人给我投一点钱进来，也能让咱们公司开下去啊。战总不是借钱没有钱还的债，那是情债吗？我看战总对那姑娘好得很，被他踹了，战总也不生气。战一阳倒也不掩饰自己对狐狸的喜爱，你猜对了。你们老板，我是想让她变成你们的老板娘的，可惜出师不利，认识3、4个月了，连她的名字、她的手机号码都讨不到。秘书，不应该啊，战总，你不仅仅是我们的老板，你还是战家的4少爷。战家那是多少女孩子千方百计也要嫁进去的，那位姑娘怎么会不喜欢战总？认识那么长时间了，连名字都不告诉战总，除非她不是个正常的女人，或者是已婚。战总他会不会是喜欢女人的，就是百合女同性恋？战一阳瞪着秘书骂道，你才百合呢，她不是百合，她不会是女同性恋。狐狸看样子也是未婚，不过
她有没有男朋友，她是不知道。难道她有心上人？所以面对她，她就无动于衷。杜雨萌那么高傲的女孩子，她追了一段时间，她都对她动心了呢。她有没有心上人，这个我真不知道。就是看她应该未婚的。她知道战总的真实身份吗？战一阳说道，知道，他厉害得很，跟苏家少主差不多的本事吧。也不知道他的消息来源于哪里。从我踏入社会，你就跟在我身边工作了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也把你当成可以信任的朋友，才跟你说这些。秘书连忙一副感激的样子，谢谢战总信任我。战阳说道，我这些话就是跟你说说，我那些兄弟都不说的，其实我也派人跟踪过他，甚至自己亲自跟踪他，结果就是我的人总会被套袋，挨一顿揍，一无所获。我亲自出马也是没有收获，很容易就跟丢了。他甩人真有一手，我怀疑他真正可能是干侦探的，就是还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干侦探的。秘书，这姑娘这么神秘的呀，怪不得能让他们战总心思思了。人呀，有时候就是见越得不到的，越想要越觉得好，是神秘的很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。要不是知道苏少主没有妹妹，我都怀疑她是苏少主的妹妹了。那么厉害，消息特别灵通，不是苏少主的亲人，就是干侦探的。消息灵通不说，对于跟踪他的人都轻易能甩掉。本想请他吃饭的，他都不想吃，就这样跑了。下一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。战阳说着，一脸失落地朝办公室走去。秘书冲着他的背影喊道，战总加油呀，可不能灰心，难得遇到了喜欢的，几大都要拿下他。我们能不能有老板娘，就看战总的了。战一阳扭头对秘书说道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若是有一天我心愿达成，也给你翻倍的奖金。秘书笑，最好连年终奖都翻倍。行。战一阳爽快地应了。狐狸从一阳有限公司出来后，很快就拦了一辆计程车，坐着车子离开。他还扭头看了看，确定战一阳没有追出来，想来是他那一脚踹得有点大力，他被他踹得跌坐在地上起不来。半个小时后，商家大宅，一名陌生的女孩子站在商家别墅门口，四处张望，又反复地看了看商家别墅门口的那个门牌，确定是自己要来的地方了。女孩子才按响了门铃。很快，一名女佣走出来，见到站在别墅门口的是名陌生的女孩子，年龄在20出头，很漂亮，衣着就很普通，手上拿着一只小手袋。看到女佣了，女孩子神情还带着点怯怯的。女佣没有马上开门，隔着镂空式的大门，问她，请问你找谁？是小姐的朋友吗？看着又不像。小姐的好朋友很少，来往密切的只有文若曦，其他千金小姐很多都不喜欢和他们家小姐来往。小姐有的是傲气，也不屑结交那些不喜欢她的人。不是小姐的朋友，难道是二少爷的女友吗？大少爷已婚，现在还升级当了爸，与大少奶奶的感情也是极好的，不可能在外面拈花惹草。撇开了大少爷和小姐，女佣便以为女孩子是来找二少爷的。女孩子答道，阿姨好，我是来找我家老头子的。你家老头子？女佣先是错愕，想到什么后，她脸色都变了。这个家谁能称为老头子？商先生呀。女佣首先想到的就是先生背着太太在外面养了小三，年纪那么年轻的，瞧着比小姐都要小2岁。先生都是当爷爷的人了，面对一个比自己女儿还小的，怎么下得了手呀？后又觉得这个女孩子可能不是先生的小三，而是先生养在外面的私生女。真看不出来啊，先生瞧着和太太感情那么好，又是妻管严，竟然还能在外面养小三，还有个20几岁的私生女了。这让太太知道了，不得闹翻天。
女佣仔细审视着女孩子，觉得这个女孩子跟先生一点都不像，可能长得像她的母亲吧。女孩子很漂亮，想来其母年轻时也个大美人，若不是大美人，也不能迷倒他们家先生呀。衣着朴素，瞧着有点胆小的样子，但是眼神却透着坚定，似乎还有点狡黠。可能是先生给对方养家的钱并不多，所以这丫头的物质生活不好，才会衣着朴素的吧。家里管事的是太太，先生虽说有钱，但他有多少家底，太太都是知道的。若是他多给钱小三养女儿，太太就会发现。可能就是这样，小三的女儿才穿得这般朴素。女佣已经脑补出几万字的精彩情节了。虽说女佣想多了，她还是小心地问道：姑娘，我们这里没有你家老头子，你说说你家老头子叫什么名字？女孩子说道：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，从来没有听别人叫过他的名字，大家都是叫他的代号，他的代号是银狐。老头子给我发信息告诉我他在这里的，让我过来找他。女佣听到女孩子说是找银狐的，虽然她也不知道谁是银狐，但肯定了这个女孩子不是找先生的。女佣就松了口气：姑娘，我们这里没有银狐先生哦，你确定你没有来错地方？这里是商家大宅，就是这里，老头子给我发的定位就是这里，没有错的。他是说他在商家。女孩子说着，还从她的手袋里拿出了手机，点开了微信，找到老头子发给她的定位，然后让女佣看看。她说道：没有错的，就是这里。女佣一看地址，还真是这里。她忽然想起了今天早上过来的几位贵客，恍然地问道：姑娘，你要找的银狐先生是今早才来的管城吗？还有几位老先生一起的？对对对，就是他们几个老东西，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了，害得我们小贝一顿好找。女孩子抱怨着，女佣这才开门，边开门边说道：几位老先生休息了一阵子，已经起来了。姑娘早点说找银狐先生的吗？我还以为你要找我们家先生呢。女孩子愣了一下，就有点无语的道：阿姨，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你们家先生的私生女，或者养在外面的小贱人了？怪不得我说找老头子时，阿姨看我的眼神都不友善了，防他也防贼似的。女佣不好意思的笑道：也是姑娘突然出现，又没头没脑的说要找你家老头子，在这里能被称为老头子的，不就是我们家先生吗？好吧，是我说的不清楚，不怪阿姨想多了。以后她再去陌生人家里找他家老头子，她得说清楚一点，免得又被人误会是私生女登门。姑娘屋里请，几位老先生都在屋里。姑娘来的也巧，刚好是午饭时间。女佣热情地请着女孩子往主屋走去。那几位老先生可都是贵客，看主人家那么重视他们，女佣们就知道那几位老先生来头不小。不仅主人一家重视他们，连表小姐夫妻俩都过来看过他们。姑娘，你贵姓？女孩子答道：大家都叫我萌宝的，阿姨也叫我萌宝可以了。萌宝。女佣笑道：姑娘在家里肯定很受宠。还行吧，算是几个老头子合力把我们养大的。我还有哥哥姐姐的，也有几个妹妹，兄弟姐妹太多了。女佣：没事，兄弟姐妹多，大家都大了，关系也会很好的，大家聚在一起也热热闹闹的。这个倒是大家都聚在一起，那是真的热闹，只是平时大家都忙着工作，各奔东西的，不知道多少年都没有聚在一起过了。女佣边走边说道：也是长大后，大家都忙着工作，忙着赚钱，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，想大家都聚在一起，真的很难了。以前说过年，大家会聚在一起，现在过年也很多人不回来过年了，有些人过年又要出去旅游。萌宝笑笑：是呀，我们过年能回来一半人就很不错了。女佣请着萌宝进了屋里，她快走几步，走到坐在沙发上的商太太身边。
恭敬地道：“太太，蒙宝小姐来了。”她说是找银狐老先生的。银狐扭头朝自家小兔崽子招手：“蒙宝，这里。”商太太不知道银狐叫了蒙宝过来，在银狐招呼着蒙宝时，她看过去，见是个年轻的姑娘，年纪应该比小飞小1-2岁，衣着朴素，气质却出众，瞧着有点胆小。从她走过来时看，又觉得她自信得很。总之，蒙宝给商太太的初次印象就是复杂的矛盾体。不知道蒙宝是银狐的孙女还是徒弟，商太太也不好胡乱猜测。不过不管是孙女还是徒弟，蒙宝都不可能是个胆小无用之人，他可能是会扮猪吃老虎。这几位老前辈教出来的人，怎么可能是胆小怕事之人？蒙宝走过来，银狐向他介绍了商家的每一个人。蒙宝礼貌地向商太太等人问好。等他问好了，银狐对商太太说道：“凤莹，这位是我众多徒弟的一员，叫蒙宝，今年26岁。这孩子被大家宠得有点单纯，看上去有点胆小。”商太太朝蒙宝点头微笑。银狐并没有说出自家徒弟的姓氏，大家便只能蒙宝蒙宝这样叫着了。商小飞听着蒙宝的名字，总是有点想笑，但又不能笑，笑就太没有礼貌了。亏得蒙宝没有长着娃娃脸，要是长着一张娃娃脸，听着他的名字，看着他的脸，别人会真把他当成蒙宝，小孩子的那种蒙宝。蒙宝又跟老神医等人打招呼，几位老人家对他都是一脸的慈爱，仅是看他的眼神，就让商太太等人知道蒙宝很受宠。蒙宝说是银狐的徒弟，其实也是那几位老人家的徒弟。他学得很杂，什么都学一学，不只是他，其他人也差不多吧。谁叫几位老家伙经常凑在一起，不就喜欢指点小辈一二？别人的徒弟最突出的还是自家师傅的本事，蒙宝却不是，他是各家学到的都一样，仅看他的本事，真看不出他是谁的徒弟。银狐总是说他这个徒弟就是大家的。老大爷呢？蒙宝看到几个老家伙都在，但不见老大爷，就是商太太嘴里的钟伯。钟伯没有在小辈们面前说过他的名字，导致他看着长大的小辈也不知道他的名字。几位老友尊重他的决定，他不想说，他们也没有说过他的名字，故而小辈都是叫他老大爷。因为在几位老人家当中，就属他的年纪最大。你老大爷还在休息，他这几天都没有睡好，大清早过来，他累坏了，身体又不太好，情绪起伏大，吃了你神医爷爷的药，让他好好的休息休息。银狐回答了蒙宝的问话。蒙宝关心地问：“老大爷没事吧？”没什么大碍，就是见到了故人，情绪特别激动。蒙宝放下心来，管家走过来，恭敬地对商太太说：“可以用饭了。”商太太便招呼大家先吃饭。蒙宝刻意放慢脚步，跟着师傅走，还扯了扯师傅的衣袖。老人家放慢脚步，师徒俩便落在后面。师傅，老大爷要找的2个女娃娃找到了。银狐说道：“你英哥没有告诉你，那2个女娃娃现在可不是女娃娃了，都过去了40-50年。当年那2个女娃娃，一个就是现在管城的商太太，商太太原是江城凤家上任家主的长女凤莹小姐，小的那个则是管城占家的大少奶奶海彤的亲妈，凤家的凤慧小姐。不过凤慧小姐在10几年前就出了车祸去世，只留下海彤姐妹俩。”蒙宝说道：“英哥哥没有告诉我，嗨，我还在到处帮忙打听，都没有结果。原来是商太太呀，海彤的亲妈也是上任凤家主的女儿。这么说，海彤姐妹俩也算是凤家的后代了。凤家的家主之位是传女不传子，严格来说，海彤姐妹俩以及商小飞都可以称为凤家的接班人选。”银狐说道：“严格来说，他们都是接班人选了。商太太他们比我们早一点知道，
现任凤家主还找上门过，姨甥俩见过了面。商太太不记得她是凤家的小姐吗？记得自己的姓氏，记得她家以前条件不错，但不记得家的具体位置了。她当年也才8岁，遭逢巨变，又带着妹妹逃命，经历太多危险以及惊吓，会忘记很多事情也正常。蒙宝叹了句，没想到老大爷要找的人会是商太太和海童等人。银狐看了徒弟2眼，问他：最近公司不忙，你还有时间跑到管城来？蒙宝笑道：忙里偷闲不行吗？管城是个大都市，机会多的是，我过来瞧瞧，看看能不能在这里做点生意。银狐伸手就戳了一下蒙宝的脑门，在师傅面前还打哈哈：你是师傅培养出来的，尾巴一翘，我就知道你想做什么。蒙宝嘿嘿的笑，什么都瞒不过师傅，怪不得你最近那么忙，连你老大爷找到了小主人的事都不知道。师傅，我忙是真的忙于公司的事。银狐摆明了不相信他说的话。进了餐厅，师徒俩便不说悄悄话了。银狐就是知道这个徒弟在管城，才会发信息给蒙宝，让蒙宝来商家一趟，师徒俩可以见面。儿女长大了都会离开父母的身边，同样的，徒弟长大了也是离开师傅的身边。他的徒弟很多，他们国内外到处飞，他这个师傅也就是在每年的生日才能见到所有徒弟，平时呀就是过年都不到所有徒弟。离得近一点的，工作没那么忙的，才会飞过去陪他老人家过年。离得远的，工作又忙的，像蒙宝这种平时工作也是真的很忙的，一年就是生日时能见上一面，平时就是偶尔通电话而已。徒弟们个个都培养成才，银狐很开心。但是吧，小辈各处飞了，他又觉得孤独，得亏几位老友住得近，经常来往，聚在一起打发无聊的时间。还有就是下一辈有了个龙庭，龙庭是老神医的徒孙，也被他们当成了徒孙。平时他们就是各种锻炼教导龙庭了。饭后除了钟爷之外，几位老人家都说要告辞了。商太太一家人热情挽留。商太太说道：战老夫人等会儿就过来，她老人家打电话给我了，让我务必留下几位老前辈，她想跟几位老前辈吃顿饭。听说战老夫人要过来，银狐等人，你看我看你最后。老神医说道：老大哥还没有醒，我们就这样走了，他醒来肯定又得怪咱们不声不响就撇下他了。要不我们就在管城再待2天，明天或者后天再回去吧。他还补充一句：我要回去带外孙都不着急，你们几个孙子还没有，外孙也还没有的，着急回去做什么？回去你瞪我，我瞪你吗？多无聊呀。商太太接话：是呀，既然来了就多待几天，让我可以好好的感谢几位老前辈对我家钟伯的照顾。这几10年来多亏几位老前辈照顾钟伯，我才有机会与钟伯重逢，赠送金银珠宝给他们当做报酬，他们是不会要的，因为他们不缺钱，他们的徒弟都是各行各业的大佬，拥有的钱估计能买下2个商事集团吧。商太太能做的就是好好的招待他们，让他们吃好喝好玩好。师傅，就是咱们师徒俩好久都没有见面，现在见着了，师傅又急着走，我想请师傅吃顿饭的机会都没有。蒙宝也帮忙挽留着师傅，他会在管城待上2天，那就过几天再回去吧，总要见战老夫人的，不让老大哥知道我们回去，他也会生气。几个人便决定留在管城玩上几天。银狐笑着对商太太说道：商太太，这几天就打扰你们了。商太太等人连忙应着：不打扰，不打扰，这是我们商家的荣幸。等会儿战老夫人过来了，他老人家要是邀请你们去游游山庄住，你们可不能答应啊，得留在我们商家，让我们好好的报答几位老前辈。商先生附和着老婆的话，
老神医笑道：“我们跟战老夫人也算是故交，见过面的，几十年后再重逢。他极力邀请，我们总要过去坐坐的。我既然来了，我徒弟也拜托我给战二少奶奶复诊一下。宁云初是战家的二少奶奶，是他家徒弟的病人。既然留在管城几天，就顺便给宁云初复诊一下吧。”商太太也知道老一辈的人，很多都跟战老太太认识，或者听说过彼此的故事的。老太太真要邀请他们过去坐坐，她不好拦着，便笑道：“几位老前辈可以去游游山庄住2天，其他时间都住在我们商家，可好？那我们就厚着脸皮住下了。”他们当中的老大答应了商太太的请求，决定好在管城逗留几天了。银狐才戳着蒙宝的额头，说着：“徒弟，你说说你，眼里还有我这个师傅吗？多久都没有见面了，师傅年纪大了，跑不动，你也跑不动，也不知道回去看看我们。你说你在忙什么？天天那么忙，也不见给我们找个女婿回来。还有你那些哥哥姐姐弟妹们，也是一个样，看到你们，我就气死。年轻的单着，步入中年的也还单着，气死人。”蒙宝嘻嘻的笑：“我想师傅们长命百岁的，所以不敢回去气死师傅。师傅，我们忙着赚钱呀，赚到钱了，给师傅们养老赚钱都很忙的，就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了。”老神偷反驳着：“咱们很缺钱，需要你们养老了，净找借口。我素姐不是嫁人了吗？她嫁人你还单着呢。”蒙宝还是笑眯眯的：“那我赚钱以后养我自己老总可以了吧？是真的工作忙了吗？再说了，也找不到合适的呀，太优秀的男人也不一定看得上我。”一落，银狐就扯了扯他的衣袖，说你赚的钱呢？都花到哪里去了？衣服也舍不得穿好一点，穿得这么朴素给师傅看，让师傅给你啃老吗？商小飞笑道：“蒙宝的衣服看着朴素，可是牌子货，其实他一身行头不便宜的，就是还是飞姐有眼光。咱们女孩子的衣服，我师傅他们不懂的，谁叫他们不给我找个师娘？”几个老人家都作势要打蒙宝，蒙宝赶紧抱头鼠窜，逗得大家哈哈的笑。我们都一把年纪了，这些臭小子臭丫头还经常催我们给他们找师娘，只要我们一催婚，他们就反过来催我们，向我们索要师娘。银狐颇为无奈地道，话里却是满满的宠溺。他们5人都是一辈子不婚，年轻时倒也有过动心的时候，只是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有情人成眷属的，可能他们的命就是孤独终老的吧。后来他们收养了很多徒弟，徒弟被他们培养成各行各业的大佬，最优秀的那个则成为他们的接班人，一生倒也热热闹闹的，并不缺爱。商太太等人忍不住笑起来，催婚的反被催婚，出去玩你的别在我面前碍眼了，早知道就叫你过来了。银狐骂着蒙宝，商小飞适时起身，笑道：“我带蒙宝出去走一走，刚吃饱，走一走，消消食。”银狐说道：“那你得多备点吃的。他散步回来，消了食又叫饿，要吃东西的养他像养猪一样，不比养猪亏，猪吃那么多还能长胖，卖个好价钱。他吃那么多，不见长肉就算了，也卖不出去。你说你看中那个优秀的男人了，跟师傅说，师傅带上一班人去帮你抢亲，把他抢过来，压着他与你结婚，怎么样？酱扭的瓜儿不会甜，我才不要呢。”蒙宝拒绝让老人家插手他的私事，等哪天我可以嫁出去了，一定会告诉师傅的，师傅放心好了，我是不可能单着的。师傅还是催我那些哥哥姐姐们吧，他的师兄姐的确是一个都未婚，不过他们并没有比他大多少，就是他们当中有好多是孤儿，不像他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。师傅不催他，他家里人也会催，
不会让他当一辈子的老姑婆的，一个个都娶不到老婆，也嫁不出去，让师傅觉得我们好失败，教出来的徒弟。男的娶不到老婆，女的嫁不出去，说出去好丢脸呀。几位老人家很有同感的点头。萌宝赶紧上前挽住了商小飞的手臂，说道：飞姐，咱们赶紧出去，我是怕死听到他们催我婚的了。我也就26岁而已，又不是36、46岁，用得着催吗？他们比我还老呢，我们催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怎么不去娶一个师娘回来？商小飞笑着跟他一起出屋，边走边笑道：习惯就好。2个女孩子出去了，几位老人家也说要出去走走，他们不用商太太夫妻俩陪同，商太太只得安排长子和君然陪同。君然是君家的5少，君家与老神医是亲家，他陪着也能聊下去。与此同时的管城大酒店，战一阳吃饱喝足后靠在椅子上，拿着手机打电话给大哥。等到大哥接听电话，他问：大哥，你今天怎么不过来吃饭？我在咱们家的酒店没有等到大哥大嫂，我和你大嫂回了山庄，刚陪奶奶吃完饭，准备回市区了。战印答道，又问他找大哥有事，想拜托大哥帮我联系一下苏少主，我想请苏少主帮我一个忙，或者跟苏南说一声也可以。战印答道，你可以跟苏南说，苏少主要年前才会回来，现在苏家的事暂时由苏南打理着，你跟苏南说也是一样的。苏少主一家3口还在云城那边，是说快要回来了，但还没有回来。苏少主和程沁处于热恋之中，他第一次尝到恋爱的滋味，这辈子也只能尝到这一次，他哪舍得这么快和程沁分开？寒假又快到了，程家是开武馆的，放寒假很多家长会送孩子去学功夫，程家武馆就会很忙。程沁在自家武馆上班，自然是走不开的。我怕苏南不鸟我。战一阳担心地道，苏南哥跟大哥关系最好，跟我2哥3哥关系也过得去，我们这几个苏南哥不太当回事，岁数也就是差了几岁而已。苏南哥就不带他们几个玩了，就喜欢和他几个哥哥们玩。行，你想让苏南帮你什么忙？查那个女孩子吗？听奶奶说你拿了人家的东西，拿了人家的东西就还回去。堂堂战家的4少爷不做小偷小摸的事。战一阳打着哈哈，就是没有说要还东西给狐狸，只是说他来了管城，还去了我的公司，我想请他吃饭，他跑得飞快，我没有留住他。他既然来了管城，肯定还没有走的，但我又不知道他在哪个角落，管城那么大，我还真不好找到他，只能拜托苏南哥帮忙了。战印说道，这种事苏南真懒得理你，你自己找不到他吗？战一阳无奈的道，我派人去调查他，跟踪他，但是都被他甩掉，我的人还会被套麻袋，挨他一顿揍。他警告我再派人跟踪他，他就对我不客气了。大哥，他踹人很厉害，刚才我被他踹了一脚，跌坐在地上呢。战印一点也不同情他，反而幸灾乐祸地道，你是活该，放着奶奶给你挑好的杜小姐不要，非要那个不知名的女孩子被踹是活该。你拿了人家的东西不肯还回去，是想借此来引诱他过来找你吧？这种无赖的做法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在外面你要装着不认识我，我怕别人知道你是我弟弟，我都跟着丢脸。战一阳，大哥，他不想见你，你找到他也没有用，还是老老实实的等着他来找你吧。拿了人家的东西还给人家，你越是无赖，人家越不喜欢你。做人要光明正大一点，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，光明磊落的，不要坑蒙拐骗。大哥当初就是犯了骗这一个错，你大嫂差点要跟我离婚，我的前车之鉴你没有汲取到教训。战印是不想帮老四，让老四追妻路漫漫，谁叫老四有光明大道不走，
非要走小道呢？奶奶给他选的人能有错吗？奶奶还暗示过他几次了，他自己傻，没有听出来。反复问他几次，会不会后悔？万一以后追妻火葬场，可不能回家求奶奶帮忙。他愣是没有听出来，怪得了谁？战印也没有点醒这个堂弟。杜雨萌和狐狸90%是同一个人，奶奶才会那样说战一阳将来会追妻火葬场。战一阳，大哥能叫我大嫂听听电话吗？大哥不肯帮他，他只能找大嫂了。大嫂一开口，天塌下来，大哥都得帮他撑着。战印呵呵地笑了2声，提醒着老四，杜小姐刚成为你大嫂的新朋友，他们几个一见如故。你以为你大嫂会帮着你？还有沈小军也和杜小姐成了朋友，他在苏南面前说你2句坏话。呵呵，战印没有再说下去，让战一阳自己品细品。放弃杜雨萌是战一阳的损失，最怕的是战一阳兜兜转转，发现自己最后还是要娶杜雨萌。奶奶下的棋布的局从来没有失手过的，连他战印都翻不出奶奶的五指山，老四能翻出去。战一阳噎了噎后说道，好吧，我不找苏南哥帮忙了，我自己去打听一下，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，实在不好打听。大哥，我现在就是处于暗恋的感情最深时，无助得很。年少不懂情，刚懂情便相思。战一阳自己都觉得他的爱情路不会顺利，梦境早就告诉他了。在梦里，他和狐狸可是纠缠了很长时间，反正只要做梦梦到他，他们都在纠缠。如今也真的是在纠缠不休，不过是他在缠，还是没有多大作用。有损他占4少名声的纠缠，却是他唯一能用到的办法。奶奶给你铺好的康庄大道你不走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，不管有多难，你都要自己走完它。奶奶问过你会不会后悔，你说过你不后悔的。